大家好，我是周底。这是2021年5月30号，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冠军拍卖。本场就只有123件拍品，但是样样都是精品哦。买家佣金如果是现场举牌、电话委托、书面委托都是20%，但是如果使用他们合作的线上同步拍卖系统 Live Auctioneers， 出价需要25%的佣金，可能是拍卖公司支付系统的费用多了5%吧。但是注册 Live Auctioneers 可以免费观看拍卖直播，手机也有 APP 可以下载，直接可以观看。我们都来简单过目一下吧。这一场拍卖的拍品绝对都是收藏级别的等级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部分的拍卖会里的拍品都是一些被藏家或是币商淘汰的钱币，一些有瑕疵的、不够好的、状态差的钱币陆续往拍卖会送。但是这一次冠军拍卖的东西不得不说都是适合长久收藏的东西哦。撇开价格方面如果价格能够像以前一样的话，这次拍卖焦点在张南琛 Nelson Chen， 也就是鉴定盒上写的 NC Collections。 1975年 Nelson 参加长滩的一个拍卖会开始收藏，当时一枚来自喜顿造币厂湖南省7.2分银质样币以$15,500买下，那也是当时第一枚成交价过$10,000的拍品。从 NC 旧藏可以发现一些极为罕见的样币，甚至有一些单面样币和一些较冷门但极为罕见的铜质样币。由此可见这位收藏家购买钱币的方向是以存世量为优先考虑。这里看到湖北本省系列老江南、珍珠龙、浙江7.2流通版，也能猜出他不单单喜欢稀少的样币，还喜欢稀少的流通币。 NGC MS65 的造币总厂也是俗称通货主币较为稀少的品种。通货主币包括宣山湖北光绪宣统、四川光绪宣统、广东光绪宣统这一类的，它也或许是偏好中央币多一点，但是地方币也是收藏的很不错哦。好，我们直接开始介绍这次的拍卖吧。第一枚唯一的古钱就是咸丰保全当签母钱，过去成交30万以内人民币，这里落锤11万美金，大家自行换算成人民币，如果加上买家20%的佣金那大概是人民币80万。第二枚是个钱币有名收藏家施家干收藏的勋章，这个章是日本大阪造币厂铸造的，2018年在北京就成交了27000美金，今天落锤28000美金，这说明并不是什么都涨第三枚安徽24年 ASTC 版高4 NGC MS66 分，超夸张的高分PCGS 评级记录看MS63 6枚，64 2枚，NGC 居然有66分看看这安徽龙鳞是不是很薄，薄的像是轻轻摩擦就能把鳞片磨掉。老实说我比较认同 NGC 的看法，基铸币本来就有落打的情况，估计换是 PCGS 有可能评定为磨损。这枚66安徽24年落锤35万美金，一开局就是200多万人民币的东西Lot 4安徽24年小星花扁4 NGC 66， PCGS 虽然也有一枚66分的，我们拿 NGC 66与 PCGS 66来比较一下，龙鳞好像也差不多耶。好吧，我收回刚刚我的看法，看来唯一能解释是安徽龙鳞太薄，鉴定公司比较容易分辨出落打情况。这一枚落锤30万美金Lot 5安徽24年大花版 NGC MS65， 哎呦，看来这位 NC 大佬有在玩安徽版别哦。全龙鳞虽然65分但是龙鳞居然片不少老实说，虽然不是66分，如果要购买以上3枚安徽其中1枚呢，再加上如果我爸是李嘉诚我应该会选这一枚全龙鳞65分，这枚落锤23万美金，所以证明大家还是依照分数去判断价格。Lot 8戊戌珍珠龙 NGC 65，去年10月份保利拍卖有一枚 MS65 珍珠龙，原光非常好，成交299万，但是包浆应该是今天这颗比较漂亮吧，落锤了83万美金，相当于600多万人民币。
我感觉可能这次冠军都是 NGC 评级为主吧。虽然 NGC 评分显高一些，如果是 PCGS 也是同样高分的话，价格或许会更高，最少可能是去年行情的3倍。Lot 9老江南人字边 UNC Detail， Lot 10老江南直尺边 UNC Detail，这2枚都是有墨戳的，又是没有分数，但是包浆品相不用质疑的好啊。我认为如果我有去现场，这2枚绝对是技术含量最高的2枚。第一 ，NGC 没分，可能会影响一些有钱的新手不敢买入。第二，有墨戳，大家知道 PCGS 有墨戳就会给没分，这也是让所有币商心痒痒的2枚币啊。第三，想也知道价位会很高，大部分币商也不敢冒险购得。第四，价位太高墨戳处理的风险极大，不像便宜的钱币随便泡泡清水用棉球戳掉就好。落锤分别是51万与39万美金，价格似乎有点奇怪不是应该是后面的直尺边比较贵吗？再来就是一枚老江南 UNC 成交将近快400万人民币，已经远远超出评级结果该有的分数了。这样子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墨戳处理掉的价格。但我还是要说如果我爸是姓李的话，这2枚我一定买来处理Lot 14光绪29年户部5000银质样币 NGC MS65， 去年12月冠军拍卖有一枚 PCGS SP66 成交19万美金，这次 NGC 65落锤28万5千美金，说明稀少的样币已经是确定上涨了。下一枚户部2钱 NGC MS67 落锤10万5千美金。Lot 16呢，大清丙午1两金币 NGC MS64 落锤38万5千。本月5号国外网拍也才刚拍出 PCGS SP63 成交了49万2千美金。可以说 NGC 成交的价格通常会是 PCGS 少1分的价格。这边大家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不干脆全部凭 PCGS 就好了呢？事实上很多钱币 PCGS 不会给分的，或是给了很低的分数。反而有些钱币 NGC 比较愿意给分数。很多人认为PCGS 没分低分，不如换 NGC 有分高分一点。所以这2家龙头都有生存的道理。Lot 17长须龙阳叶版 PCGS SP61 WL 的旧厂这枚是有镜面效果的，出自于2011年冠军拍卖，当年是 NGC RP62， 现在换成 PCGS SP61 这里发现确实有人愿意降分，将原本的 NGC 62换成 PCGS 61，落锤97万美金。老实说，如果保持 NGC PR 62的落锤价将会如何呢？真的也不好说Lot 18北洋1两 NGC MS63 取一个分数相对接近的来比较吧。去年宏盛拍卖 PCGS SP62 成交了218万人民币，今天这枚 NGC MS63 落锤92万美金，算一算买家大概要支付680万人民币。当然是涨价前与涨价后的时间差导致这个结果啦。Lot 19 3枚湖北1两铜质样币一起拍，原本是彰皇的旧厂转手给了 NC， 看来 NC 后代与拍卖公司达成共识，希望这3枚币不要分开好让同一个买家一次购得。分别为湖北黄铜大字 NGC 64、红铜大字版62、红铜小字版 AU50， 最终落锤76万美金。恭喜买家一次买齐这么重要的3枚币。湖北1两是张之洞参与元两之争的重要产物Lot 20吉林厂评5钱银质样币 NGC AU50 落锤20万5千美金。Lot 21上海银饼王永胜NGC AU58 这种纯手工的打字币居然有 AU58 的高分真心难得这时引起我一个好奇心PCGS 的评级记录如何呢？发现居然有62的银饼钱币藏家就是一直不断追求高品相，这枚 AU50 落锤21万5千。Lot 23大清长须龙阳叶版样币NGC MS64 落锤112万美金。
约700多万人民币。这个价位啊，应该是参考了10天前陈轩拍卖刚成交的长须龙 PCGS SP63，热乎乎的成交行情575万含佣，所以这枚 NGC 64落锤了112万美金。Lot 24轩山五角单面签字样壁，龙下面还有后期加上去的 L George 签字，落锤16万5千美金。Lot 25大头签字版 NGC SP65， 天啊，分数品相真的很牛啊！去年12月鸿盛拍卖落锤253万含佣，这里不用想了，去年63能拍200多万，如果以正常行情走势的话，今年63随便估一下乘3倍750万，这枚65啊，我随便估应该能过900万吧。结果这枚最终落锤42万美金，大概是300出头人民币。老实说，感觉没有跟上行情的脚步大家怎么看呢？ Lot 26大头中原签字 NGC MS63 落锤19万5，二角签字 NGC MS66 落锤17万5千美金。NGC UNC Detail 一角签字啊，落锤8万4美金。大头签字的两角一角啊，其实是很稀少的，这一套可以买耶。Lot 29共和签字的 NGC MS62， 这包浆颜色啊真的很均匀漂亮，以分数来看并不是很突出。去年5月份 SBP 有一枚 PCGS SP65 加，成交11万4千美金含佣，但这枚62落锤20万美金，虽然分数不是第一名，但包浆肯定是前几名啊。Lot 30共和 NGC MS64 包浆压印鼻头都是相当完好，落锤6万2千美金。Lot 31飞龙签字 NGC MS64， 飞龙签字啊要比共和签字少得多啊，特别是居然还能有64分。10天前陈轩拍卖热乎乎的行情参考， PCGS SP61 成交了333万人民币含佣，今天这枚是 MS64 高分，落锤56万美金，相当于人民币416万。10天前陈轩卖的是 SP40 的共和充电罐，成交166万人民币含佣，今天 Lot 32飞龙充电罐 NGC MS64 品种也是比共和充电罐来的少很多，最后今天这枚落锤42万美金，相当于312万人民币。Lot 33安徽23年3分6厘黄铜样币 NGC MS63， 据说是孤品，唯一一枚，落锤11万5千美金。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NC 对于极为罕见的样币情有独钟啊，但这些品种偏冷门啊，所以感觉成交并不高Lot 34奉天7前2分黄铜样币，落锤10万美金。接下来是一些铜币样币，落锤都是10万20万上下。Lot 42苏维埃2文版1元NGC XF45 相当稀少，这样子的落打已经属于轻微的了，落锤36万美金。20天前啊，鸿盛拍卖也刚成交一枚苏维埃川陕省中实新版 AU50， 成交48万人民币含佣。今天 Lot 43是一枚 NGC MS64， 落锤28万美金，人民币约208万含佣。下一枚是大型实心五角星版 NGC MS63， 落锤27万美金。这些都是分数高的有点夸张的苏维埃半手工打字的银币。Lot 45 1912年开国纪念1元黄铜4打币 NGC UNC Detail 是一枚孤品，落锤38万5千美金。我本来觉得又是一枚冷门钱币，但价格上却是不这么冷门10天前的陈轩有一枚共和小面10文 PCGS MS64 加，成交58万含佣。Lot 46这一枚 NGC MS62 落锤5万美金。下午星 NGC MS63 落锤3万7美金。梨园红光头 NGC MS63 落锤4万2。民国5年嘉禾圆孔
2分铜币样币 NGCSP 64BN 落锤10万美金，袁世凯贝加盒20文铜币亿兆币 NGCMS 65落锤19000美金。民国8年袁世凯20元金币 NGCMS 63落锤145000美金。下一枚是5元的金币 NGCMS 66落锤175000美金。徐世昌 NGC AU 55落锤62000美金。湖南省县议员20天前鸿盛拍卖 PCGS MS 65成交100万人民币含佣金，今天 Lot 54 NGC MS 66落锤105000美金。 Lot 55中华铜币加和10文铜样 NGC MS 64落锤65000美金。 Lot 56 21年金本位下三鸟光边铜样 NGCMS 63又是一枚来自Econ旧藏的 NC 旧藏，名家旧藏加持使得这枚落锤205000美金。下一枚是下三鸟1毫光边银质样币 NGCMS 63，据说仅有4枚，落锤21万美金。 Lot 58三鸟铜样4打币 NGCMS 64落锤94000美金。 Lot 59 23年传洋铜币4打币一套2枚 NGC 6263落锤32000美金。像这种4打币相当稀少，但是偏冷门总是让人觉得打印不完整，发行无系统性。民国25年孙中山议员镍币4样币 NGCMS 64落锤105000。民国25年孙中山议员铜质样币 NGCMS 61落锤125000。民国25年孙中山中原银质4样币 NGCMS 63落锤195000。大家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银的，感觉才是最后成品该有的材质中原银质样品 NGC AU 58落锤165000。孙中山布图10分铜币 NGCMS 63BN落锤24000美金。 Lot 65漳州军饷议员 NGC AU Details， 记得上周陈轩有一枚状态一般的漳州军饷成交28万含佣，今天这枚戳记较少，而且是 AU Details， 落锤4万美金，约29万人民币含佣。Lot 66老公营官局铸造 NGC AU Details， 戳记相当少，品相很好，落锤15万美金，约110万人民币。这是首枚破100万的老公营官局好品相好东西，果然价格坚挺Lot 67大清定位议员 NGCMS 62分数未必是高分，但是味道颜色几乎称得上完美。两面是一色包浆，自然的环状老包浆，最终落锤13万美金约96万人民币含佣。Lot 58造币总厂 NGC 65与上一枚一样，有着完美的颜色，不同的是有着65的高分，这样的状态品相真的是零死角，怎么拍照怎么好看。落锤19万5000美金，约145万人民币含佣，应该是目前首枚过100万的造币总厂。看了他的照片确实很迷人大清宣2两角5分银币 NGC 64落锤9万4000美金。 Lot 72安徽10文铜币初铸版中心方孔 NGCMS 63落锤4万美金。 Lot 72浙江儿宝7002分 NGCXF Details 有戳记，这是一枚稀少的流通币，落锤15万美金，应该也是这个品种第一枚过100万人民币。Lot 76北洋25年7002分 NGC AU Details 品相包浆看上去相当完美，非常遗憾的是有一个戳记修补，落锤2万4000美金。Lot 80奉天24年议员小嘴龙 NGCMS 62这一枚状态品相有点像刚刚的造币总厂，想必应该也能过100万人民币，最终落锤20万5000。现在能不能过100万，大致上可以抓到感觉了吗？
状态一流，品相一流就能过100万。丰田25年五角银币满文24年 NGC AU50， 这就是属于一流的状态，但是品相一般，品种一流。今年4月份香港 SBP 有一枚 AU55 成交144000韩佣，今天这枚 AU50 落锤9万。Lot 83湖北本省7前2分 NGC VF Detail， 本省大部分都是有戳记的。NC 旧藏会收藏湖北本省系列相当的合理，因为本省是相当稀少的流通币，落锤12万5千美金。下一枚湖北本省7分2厘 NGC VF 35，落锤4万7千。接下来到了吉林系列 Lot 86吉林癸卯7前2分 NGC MS 61，落锤8万4美金。吉林甲辰7前2分 NGC MS 64，落锤7万8美金。吉林戊申7前2分中兴满文 NGC AU Details， 落锤7万美金。看到这3枚吉林币成交的价格相当接近。吉林戊申品种最少，但是品相是3枚中较差的。吉林癸卯品种比戊申多一些，品相也是3枚之中属于中间的。甲辰是所有品相好的最多的。今天这枚是64分的高分，所以得出的结论估起价来刚好都差不多。不过这3枚状态上及品相上都是属于难得的收藏级别。接下来是 Lot 89广东73反版系列的半圆样币3前6分5厘的反版 NGC MS 64，状态颜色维持 NC 旧藏独有的特色颜色，这一枚落锤20万美金。民国22年山东省20文铜元样币 NGC AU 55 BN， 存世量仅有几枚落锤5万6千美金。Lot 94新省光绪元宝4银2分5厘 NGC VF 落锤3万美金。卡省1两 NGC VF 35落锤3万6。Lot 98四川光绪7前2分黄铜样币 NGC AU 58落锤8万8千。四川光局照5文铜币满文宝府 NGC MS 65 BN， 品相相当好，有着龙面的透打，落锤4万2。Lot 102四川1/2卢比银币 NGC MS 65，天啊，超级高分的包浆也是 NC 包浆，我真的是想把这一类的包浆称呼为 NC 包浆，以后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枚植花的部分有点落打，落锤5万6千。Lot 103大头甘肃加制 NGC XF 45，也是标准 NC 包浆15万5千，再次打破甘肃加制的记录，破100万的甘肃加制。过去10几年前也就是8000人民币的东西近几年突然变得很少见。Lot 104民国17年甘肃省造孙中山议员 NGC VF Details， 是一个状态不好的17年甘肃，落锤2万4千美金。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分数吧，如果我爸姓李我又刚好在现场，肯定买爆它，跟以前行情差不多Lot 105汽车币2根草版 NGC XF 45 NC 包浆落锤11万美金。这里突然想总结一下，过去甘肃加制与汽车币是差不多的价格，17年甘肃比他们少很多，却是最便宜的。现在的人真的很注重品相分数接下来2枚云南金币10元 NGC MS 64 5元数字2 NGC 66，分别落锤6万4 9万8。这个价格看来是受到分数的影响。好的，这场拍卖我来做个总结吧。首先 NC 旧藏专场是唯一一个藏家居然没有一枚币是没有包浆的，而且都是老包浆，颜色都还不错，可能他是住在国外，气候干燥，而且包浆颜色居然都是一个风格因为早期多数的藏家是不 care 包浆的，这一点相当佩服这位藏家的执着第二，收藏方向相当明确，以物以稀为贵的方向收藏。品相方面呢，很多是很夸张的 NGC 高分说真的，平常不太相信 NGC， 但这一批东西我觉得就算转批盒，带着 NC 包浆的光环我认为都会有分啦。价格方面我觉得只要近期有相同品种的价位比较，都能拍出行情水准。后面也有一些是创该品种的新高。
只是有少数品种近期没有行情价可以参考的，特别是一些较为冷门的4打币，未能拍出新高好的，整体拍品质感都是现在拍卖会少有的收藏品级别的拍品。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分享给可能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总会绕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乘着风，手中线绕